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是来更新一下每个先锋王国他们的 KVK 情况怎么样呢？那么根据列表，现在最强的先锋王国就是1093，那刚好我也是有一个账号在1093的。这里可以看到1093是没有报名 KVK 的，这个也算合理啦，因为他们的 KVK 其实在刚结束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而已。他们上一场 KVK 也是打得蛮激烈，就是跟248-9反转又反转，所以相信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早报名 KVK 啊，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休养，所以估计下一次报名 KVK 的时候还是会遇到1093啊。如果248-9也是没有报名 KVK 的话，下一个王国居然是3308，没有想到俄罗斯父子带着一般人全部移民过去3308之后，直接变成第2强的先锋王国。那么3308他这边是肯定要报名的，因为他们已经跳过 KVK 了，就是为了等俄罗斯父子，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剧本就是英雄战歌。那么这个英雄战歌呢，就是有我前一个影片所讲的赛季功勋商店啊，就是这个没有用的商店。下一个王国就是2489了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2489有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其实很关键。假设说他们有报名的话，就变成说很大可能1093下一次就没有对手，因为如果是说实力比较接近的话，就是3308嘛。如果2489报名，就可能跟3308在同一个地图里面。当然这个也是要看他们报名的地图是哪一张地图啦。这里可以看到2489也是没有报名的，也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下一次出现报名的时候，我们又是要看2489跟1093的对决啦，又是这样子无聊的情况。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据我了解呢，就是我自己也有在2489那边参战啊，就连我那个账号其实也是挺肥的，都已经打到很干了，就是加速资源几乎都已经耗光了，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去回血啦。相信1093也是一样，多数的玩家更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回血，所以他们这个是比较符合的。至于1002跟1001呢，这两边我有账号，但是没有25等级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看他们究竟是报名了没有。1002的话现在是在备战时期啊，但是1001呢，他们其实已经是在 KVK 里面呢，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吧，再多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间。不过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不会在乎这两个王国。接下来轮到1365应该到了强制报名的阶段了吧，他们报名的地图是英雄战歌，所以有很大可能他们可能会跟3308碰面，因为我记得他们最后一次报名 KVK 的时候好像是跟1875的那一场 KVK 吧，打奥尔良之围的，所以有可能他们可以匹配成功。但是以战力来看的话，其实要匹配同一个地图里面成功会比较困难一点呢，毕竟你们可以看到这边32 billion， 这边才 26.9 billion。 接下来3213，哇，好像没有账号。那我去检查了一下，我3213是有一些小号啦，但是不足以25等级，所以没有办法查看。不过我之后应该要安排一个3213的账号在那边呢。接下来2359，这个是有账号的。2359王国他们这一次也是报名了 KVK， 因为距离他们上一次报名 KVK 好像也是蛮久一段时间了，休息也是挺久了。英雄战歌的话，就是讲有很大可能会遇到刚刚所提到的365还有3308。接下来轮到1875王国，那我相信这边也是报名啊，因为他们跟1365是同一个时期的，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报名的地图是不同的地图。时移世易，我是觉得说有很大可能他们会匹配失败啊，因为这个地图不是很多先锋王国报名，可能官方会要求他们去报名英雄战歌，强制性的。因为其实我在今天出现他们报名匹配阶段之前的前一晚呢，我是看到2359他们是没有隐藏他们报名的地图，而是已经很明确的给大家知道他们报名的地图就是英雄战歌。所以如果想要参与他们的话，其实多数王国应该要选择英雄战歌才对，但是他们选择了时移世易。其实地图是差不多的，就是4个阵营的地图，但没有多少先锋王国他们是报名时移世易。下一个
王国1606其实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们最后一次 KVK 就是1v3的 KVK， 在那一场 KVK 之后，其实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离开了，当然他们也是招募到不少的玩家，其实我是觉得符合他们原本的预期吧，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想要把自己的王国降低那个战力，所以1606玩家的流失呢，我也是不感到太意外啦。通常这种艰难的 KVK 结束之后都是这样子的。那现在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呢，也是一样英雄战歌，所以匹配的可能性更加高了。至于剩余的一些王国呢，因为我都没有账号在里面啊，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究竟有没有报名地图，有没有报名 KVK， 但是有玩家他们就做出了列表出来。那根据刚刚我所演示的画面，其实它这边的数据的准确度也是算蛮高的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是看到3308、2359、1606、1365都是报名英雄战歌，只是剩下后面的这些王国我不确定而已，所以这边还有包括1718、1719、2638、1568、2563，如果是11世纪的话就包括1981、1875、1316、1592、2217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王国的实力对比吧。3308 32 billion， 然后直接跳到2359还有1365，接着还有1606，会不会有可能这几个王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呢？可是我是觉得说啦，1606、2359跟1365匹配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啦，因为他们这边的数值没有相差太远，再来就是他们的击杀其实是比较接近一点的。相反的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3308，它这边的战力太高了，不过击杀其实也是挺接近的啦，所以也不排除有可能官方如果他们是考虑到击杀方面的问题的话，有可能他们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，但是这个战力的差距有可能其他的王国会有配件在一起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个地图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是挺大的，可能只是会排除3308而已。接下来就轮到1875的情况，因为他们报名不同的地图嘛，就只有他们而已然后还有包括1981跟1875的数据是挺接近，但是他这边的击杀就没有这么接近了，有可能他们会有配件，或许可以匹配成功，但是这个要看情况啦。另外一个王国就包括1316，可是1316他们其实才刚结束 KVK 而已，而且他们这边的战力跟击杀跟前面两者相差是挺远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难讲啦，也未必会匹配成功，而且就算匹配成功，很大概率1316他们会不打。我个人是觉得1875那张地图会比较悬一点啦，除非官方他们真的是想要让1981、1875跟1316打起来咯。但是如果这张地图真的匹配成功，应该会塞入很多一些不相关的王国在里面呢，就是炮灰。不过最搞笑的还是1093跟2489，原本2489多数的玩家都是来自960那边嘛，960在之前就是一直面对到1093，没有其他的敌人，一直要跟他们打。如今他们来到2489还是一样的情况，一直要面对1093那我自己身在其中，就是我之前在960战斗又在2489战斗，我个人的感想是我不想要再跟1093打，很无聊啊，每次都面对着他们，我想要去尝试打一下其他的敌人了，就比方说我蛮想去挑战一下3308，就是看2377的玩家移民过去之后，再加上3308当地本来就很强的玩家组合在一起，表现会怎么样，还有重组之后的1365他们现在变得怎样。2359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一下，这个我在之前有做一个影片特别强调过，就是他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 OK， 那么关于这些先锋王国报名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啊，不过今天也只是给大家知道他们报名了什么地图，能不能匹配成功，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后续的结果，这边我也是拿捏不准，我只能做我个人的推测而已。但是我觉得啦，就算这个英雄战歌真的匹配成功呢，也挺无聊的，就是没有像之前1875跟1365打奥良之围这么刺激，毕竟那一张地图是从头战斗到尾，但是英雄战歌就只有关卡4、关卡7、温泉还有皇庭而已，就是比较无聊一点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看到比较刺激的画面，也只能等到皇庭。如果还想要看到1093跟2489的巅峰对决，又要等多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但至少这一次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官方他们改变了那个匹配制度啊，就变成多数先锋王国他们就必须要在同一个时间去报名
名 KVK， 所以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也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先锋王国他们终于碰面在一起了，提升了更加多先锋王国的观赏性，也减少了某一些王国会变成先锋王国炮灰的可能性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什么看法？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